要怎么才能打败格里菲斯？这不仅是格斯思考的问题，孔蒂也想知道。走投无路的孔蒂进入大耳巴的魔子宫，再度转生。大耳巴见形势不对，急忙开溜。他刚逃出宫殿，躯体庞大的孔蒂就挤破了大门。大耳巴惊恐不已，鬼吼鬼叫的不敢动。孔蒂不停兴奋地喊着大耳巴的名字，朕得到了从魔界深渊来的力量。他庞大的身躯不断膨胀，将整个宫殿都胀破了。巨型石柱骤然断裂，屋顶都塌了，差点被碎裂石块砸着的大耳巴目瞪口呆着看着眼前的怪物。这还是孔蒂吗？不会吧！但是眼前所见的并非孔蒂完全的躯体，他觉得这里实在太狭窄了，施展不开。他的触手在城镇四处窜出，地震不止，轰隆声不绝于耳。半数建筑土崩瓦解，烟尘缭绕，淹没了他半个身体。大耳巴难以置信，露出来的这部分竟然只是手臂，这触手也太多了吧！四处钻出的触手把城镇破坏得四分五裂。大耳巴无法想象到底有多少魔寄附在孔蒂身上，他甚至觉得孔蒂本体就已经成魔界了。满意的魔物迸射而出，轰隆的响声和强烈的地震惊动了城内的人，大家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。但这时候已经晚了，在猛烈的地震摇晃下，建筑支离破碎，等了好一会儿才停止。也不知道这些碎石下面压了多少人，看着也没法救。等地面安静下来，士兵们发现不知不觉天都亮了，但他们抬头一看，这哪是天亮了，这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诡异的光照亮了整片大地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，格里菲斯和使徒们都朝这边看了过来。索尼娅担忧地呢喃道：完了，世界的真理现在都完了。格里菲斯冷淡着看着前方，面无表情的他似乎对这一切变故并不在意。魔物巍然屹立，粗壮灵活的肉臂示威一般的扭动着。海马号上，伊索洛一如既往地对艾桑使出阴招，两个人叽叽喳喳打得不亦乐乎。萨尔比高被当成了人形鼓风机张帆，他有点无语，但这也算风元素灵的合理运用吧。法尔纳塞基本已经适应光体了，舍尔吉建议去更深一点的层次看看。另一边，卡斯亚正在和精灵们玩耍，他们把贝克里特绑起来各种 play。 突然，卡斯亚捂住烙印，痛苦地叫了一声。格斯感觉异样，立即探出窗外，天色亮得很不正常，而且有种很古怪的气息。舍尔吉也感受到了，好像发生什么诡异的大事了。就在东边内陆的方向，简直就像现实裂开了一样。他们的感觉没错，孔蒂现在如同撕裂世界的怪物，庞大的身躯上爬满了魔物，无数肉臂触手伸向了云端，高大的身形挺入云端。普通人见到这种情形都只能顶礼膜拜，而在孔蒂眼里，这些人和蝼蚁没有区别。他提起比巨型石柱还要粗壮的腿，朝遍地的人们踩去，成百上千的人们被他踩扁压碎，鲜血横飞，在他看来却像绽放的红色鲜花。被快意蒙蔽了眼睛的他肆无忌惮地杀戮着，看着远处巨大的黑影，大家都一脸惊愕。那是终结的魔手，是能将世界之力终结的东西。史拉特和巴吉拉卡一族也关注到了这奇异的现象，从没有亲眼见过如此惨烈的景象。史拉特目不转睛地盯着格里菲斯，看他一脸淡定，像是完全没把魔神放在眼里。难道他要出手了吗？人们都吓坏了，眼前的场景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。大家只好求助于与神明最近的法王陛下。法王倒是很镇定，他劝大家不要惊慌，眼下只需要睁大眼睛看着就行了。预言里说过了，那头顶天的魔兽是一切灾祸的化身，是黑暗的具现形态。但是黑暗必将会被光之鹰驱散。听到光之鹰的名号，大众惊愕不已，真的能看到希望吗？失了智的孔蒂在城镇里大肆践踏，死于他脚下的士兵不计其数。忠心耿耿的达尔巴放弃了逃跑，乘着飞龙来到他耳边，劝他冷静。这一脚下去，踩死的可都是自己人呐！孔蒂斜了一眼大耳巴，只觉得他聒噪烦人。他喷出一口烈焰，想让大耳巴彻底闭嘴。大耳巴驾着飞手仓皇逃开，烈焰星火如同陨石坠落，地上的帝国士兵死伤无数。大耳巴意识到孔蒂已经失去自我了，眼见这个怪物不是格尼修卡大帝，而是要将世界烧毁殆尽的魔神。孔蒂却玩得很开心，他看着燎原大帝，情不自禁地感叹：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目之所及只有一片荒凉，会动的尽是些在地上蠕动的虫子。朕的士兵呢？达尔巴，还有谁在吗？但渐渐的，他的脑子已经记不清士兵是什么了。达尔巴又是谁？他踌躇地打量四周，眼前的世界对他来说非常陌生，完全看不懂。他嚷嚷道：快给我出来！还有谁？
孔蒂在不断的呼喊着，完全是世界末日的景象。突然，孔蒂顿住了，他惊奇地发现，在不远处的地方有一道像鹰形状的光影，光芒的中心是骑在马上，神采飞扬、神性盎然的格里菲斯。孔蒂猛然惊醒，他想要的就是那道光。想到这儿，他变得愈发兴奋，被他踩死那些士兵渐渐融成了血水，稍后从血水中涌出了恐怖的魔物，他们将苟延残喘的库夏士兵吞噬殆尽。有了血肉滋养的魔物不断的成长膨胀，一边呢喃着，一边朝那道诱人的鹰之光芒快速移动。格里菲斯号令部下严阵以待，联合军法王护卫军也听令保护法王和民众。战魔兵上前站在第一排，准备迎战魔物。另外，格里菲斯还安排索尼娅去保护法王和公主。索尼娅本就对公主有意见，但刚想反驳就被苗路制止。这时候只能听从格里菲斯的命令。布斯佐德与古伦贝尔特随他一起攻上，魔物们也气势昂扬迎了上来。一场避不开的血腥风雨开始了。布斯佐德站在队伍最前面，奋勇厮杀。巨龙古伦贝尔特也大展拳脚，其余的小兵小将也掏出家伙与敌军对抗。佐德害得不行，彻底释放了嗜血的天性。魔物、战魔军扭打在一起，枪炮交加，火苗乱窜。站在战场上纹丝不动的格里菲斯显得格格不入。决战双方，战魔兵和孔蒂的魔兽军团都是恐怖吓人的怪物。看到这场面，怎么能不害怕？他们长得又吓人，攻击方式也残忍至极。这种魔兽大战，普通人只有靠边看戏的份儿。苗路虽然追随格里菲斯有段时间了，但看到这闻所未闻的场面，还是被吓呆了。众人对格里菲斯的身世非常好奇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能统帅如此强大的魔物军团？难道他也是怪物吗？在大家踌躇纠结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清脆的辱骂：愚蠢！大家东张西望，茫然的不知所措。这个声音来自鹰之团女巫索尼娅，她实在看不惯这些没什么本事还质疑格里菲斯的人。索尼娅这一声大喝，让大家心头一颤。接着听她说：是人不是魔物又如何？不是人是魔物又怎么了？正在浴血奋战的是谁？正在豁出性命去战斗的又是谁？区别应该在于他们是否与格里菲斯并肩作战吧。因为我们是鹰之团。慷慨激昂的演讲结束后，索尼娅径着驾马朝巨大的魔物冲锋。魔物等着这只小菜送上门来。就在这时，一支长剑破空而来，直直地插入魔物的体内，随后伸展开来，将巨大魔物生生刺穿。索尼娅眼见血肉横飞，这才开始后怕，她惊慌失措地扯住缰绳，而此时马儿下的步青把她甩飞出去，但她没有砸到地上，而是投入了猎人阿巴英的怀中。虽然索尼娅第一次见到阿巴英的使徒真身，但还是认出了他。阿巴英说，他实在是太乱来了，身为巫女怎么能做如此轻率的事？这魔物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对付的。不过正是有了他这番话，才让大众理解了鹰之团和格里菲斯。他们摇旗呐喊，加油助威，鹰之巫女，与鹰一起去战斗吧！大家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的狂欢着，而仿佛置身其外的格里菲斯终于有了动作。他回头通知道，战魔兵虽然很强，但并不足以抵挡所有敌军。鹰之团全军进入战斗状态，众人听令，张弓放炮，怒箭齐刷刷地射向魔物大军。骑兵队以一列纵队左右两边展开，夹道朝魔物冲锋上前。人类与使徒在鹰的率领下齐心协力，与魔物开战大作战。阿巴鹰让索尼娅赶紧离开，这实在太危险了，但索尼娅坚决不肯。于是阿巴鹰让他趴下抓紧他。苗路见索尼娅加入战斗，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只见阿巴鹰以毛发为剑，向魔兽发起进攻，剑矢穿透魔物身体，痛得他惨叫连连。士兵们欢呼雀跃，听到战士们的呼喊，索尼娅再度朝前一指，在他的鼓舞下，整个军团都凝聚起来了，众志成城，接二连三地拿下了一批又一批的魔物。士兵们高举了长矛长枪，使徒们喷吐着烈火，张开了利爪。在这一刻，只有对立和战斗，只有人与兽，狼与羊，圣与邪，没有人类和魔兽的区别。梦与现实，生与死都不在考虑之中。达尔巴慌了神，骑着飞兽在半空查探情况。这是一幅史无前例的画面，人类和使徒竟然在并肩战斗。使徒可是人世间的邪魔外道，他们是充满自私与嫉妒、追求欲望的人，借由邪法而重生的存在。可现在他们并不是屈服于力量，而是自发的与人类联手。骑兵队为防止武器被魔物带走，纷纷下马实战。护卫队也自觉地冲上前，誓死保护法王和公主。人总是因为对无知的恐惧而编织出同样的语言来交流，因为未知，所以信仰教理而排斥其他诸神，因为恐惧，所以创造了他人。而现在代表着所有阶级的东西都在这里。法王内心波涛汹涌，这个战场充斥着未知，所有人恐惧的东西都在这里。
可是他们都斗志昂扬，这炽热的混沌将在场者都点燃了。就在这时，属于战场焦点的格里菲斯朝着葛修尼卡大帝的本体前进了。